什么？中美卫星上演互拍大戏，中国以牙还牙，重新划定了太空的红线，能拍你就能防你。话说2025年的10月啊，咱们这个太空圈子本来是挺安静的，突然咣咣炸了2颗大雷。先是山姆大叔那边有一家特别牛的美国公司叫马克赛尔，这家公司是干啥的？简单说啊，就是太空狗仔队，专业搞卫星拍照的。就在10月中旬啊，这家公司突然在网上高调晒图，晒的啥呢？晒的是咱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而且人家发的还不是那种模模糊糊的打了马赛克的图，是高清无码。他们自己吹啊，说这个分辨率优于10厘米。大伙儿可能对于10厘米没啥概念，我给你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你站在这个北京的国贸大厦顶上，能清清楚楚的看见上海外滩某个人手里拿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华为的。那照片里咱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帆板上面的那个纹路还有各个舱室对接的小口子它都给你拍的明明白白的。这家公司那叫一个得意啊！发言人对着路透社的镜头下巴都快抬到天上去了。原话大概意思是：瞧见没？这是我们商业卫星第一次对天上的空间站拍出来的这种亚分米级的清晰照片。这证明了啥？证明了我们在拍非地球物体这个领域是绝对的老大。你听听这口气，这不是明摆说你们中国空间站在我眼里就跟透明的似的。这事儿一下就在这个国际上炸锅了。为啥呢？因为在航天这个行当里你的卫星没事老往人家空间站边上凑，还拿着长焦大炮对着人家一顿猛拍，这事儿它非常敏感。那想当年美苏冷战那会儿那真是太空竞赛最紧张的时候，这美国人搞了个天空实验室空间站，苏联人呢也不怀好意的发射了一颗卫星，就跟个幽灵似的，老往天空实验室边上蹭这美国人当时就炸了。你丫的想干啥呀？想偷看还是想搞破坏？最后两边差点擦枪走火，坐下来谈判，达成一个共识，啥呢？就是说在天上你一个国家的航天器要是没打招呼就悄悄摸摸的靠近另外一个国家的航天器，这就可以被当成恶意行为。你看看这个规矩是你们美国人当年立下的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你马克萨尔公司的卫星主动凑到咱们的天宫空间站旁边，咔咔就是一顿拍，这背后的意思是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呀？就在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搬好小板凳，猜咱们中国会怎么回应的时候，咱们是强烈谴责呀，还是表示遗憾呀？结果呢，万万没想到，咱们中国自己的一家公司叫长光卫星，也就是吉林1号的娘家出手了。吉林1号的官方平台也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可就有意思他拍的不是咱们自己的空间站，也不是地球上哪个城市他拍的是啥呢？他反手就把那个耀武扬威的美国示警军团卫星给拍了。这一下轮到美国人那边傻眼了。这最逗的是咱们长光卫星工程师的回应美国人那边是我们是老大，我们最牛，但是咱们这边呢，技术人员在解读的时候轻描淡写，那叫一个凡尔赛大致意思就是哎呀，这没啥，这只是我们日常轨道监测任务里顺手拍的一个副产品，是吧？既然有小朋友主动靠近咱们的空间站，那我们作为这个主人总得掌握一下它长啥样，多大个，带没有带家伙吧，这很合理啊。这话说的水平高不高我不是故意要拍你的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我就是这么顺手一拍，这组反拍照片一出来全世界的舆论风向瞬间180度大转弯这本来是美国人主导的技术炫耀大会，一下子变成了咱们中国的实力打脸现场那帮前几天还在吹马克塞尔绝对领先的西方媒体，这会儿全部集体失声了。那最有意思的后续来了那个前几天还在得意洋洋的美国公司，没过多久就悄悄的把他们官网上那几张中国空间站的高清照片给下架了。不牛了吗？不是绝对领先吗？咋还删图了呢？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太空互拍大戏就以这么一场极具戏剧化又有点搞笑的方式暂时告一段落这热闹看完了，咱们不能光看热闹，得看门道咱们得挖一挖这美国人或者说这家马可塞尔公司为啥非要冒着撕破脸的风险也要来拍咱们的空间站？那真的就是为了秀一下他的相机好吗？你要是真这么想，那就太天真了咱得看看这家公司到底是
是啥背景？这家公司啊，成立于2017年。你别看它挂着商业公司的牌子啊，它真正的大客户是谁啊？是美国国防部，是美国国家侦察局。这俩是干啥的？一个是五角大楼管打仗的，一个是 CIA 中情局的亲戚管间谍的。这家公司啊，长期接的就是美军的订单。咱就说去年的新闻，2024年俄乌战场打得正热闹的时候，马克塞尔就给这个五角大楼啊送去了一组乌克兰战场的高清照片，分辨率30厘米。那这组照片是干啥用的呀？帮助美军精准判断战场态势，哪儿的桥断了，哪儿的部队在集结。所以你看啊，这家公司啊，它就是美国军方养在民间的御用摄影师。咱们再说这次拍咱们的这颗卫星啊，叫示警军团，这名字一听就不像善茬啊。这颗卫星轨道高度只有500公里，很低，而且它还能快速姿态机动。啥意思呢？就是它在这个天上能闪转腾挪，想拍哪儿这个镜头刷一下就能转过去。有懂行的航天专家分析了这颗卫星的配置啊，跟美军现在自己用的那颗索眼侦察卫星那个核心指标啊，基本上就是亲兄弟。说白了，它就是一颗军用间谍卫星，只不过刷了层商业涂层。所以呢，美国人让这么一颗间谍卫星啊跑来拍咱们的空间站，这意图就很明显了呀。他们本质上啊是把以前对地偷窥的技术啊拓展到了对天偷窥，服务的还是五角大楼那个空间姿态感知的需求。我给你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啊，我得知道你在天上干啥呢？你空间站轨道是多少？你上面有几个舱？你今天是不是换了个零件？你是不是出啥故障了？美国人想干啥呀？他通过晒这张高清照片啊，就是想传递一个威慑信号。他想告诉全世界，尤其是告诉咱们啊，你们中国空间站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下。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啥呀？在军事理论里啊，我能看见你，下边就是我能打到你。只有我能精准掌握你的一切状态，我才能在万一发生冲突的时候占据主动。而且啊，这个美国人玩的这套商用外衣下的军事应用啊，早就不是第一次了。就说2023年啊，美国 NASA 就是那个航天局跟这个马克塞尔公司啊签了个合同，合同名义上特别好听，叫太空垃圾清理技术研发，听着是多环保多高大上啊。可是这个技术是干啥的？就是资助马克塞尔研发卫星近距离机动技术。大伙儿品品啊，这个近距离机动技术啊，是不是就是这次能跑到咱们空间站跟前拍照的关键技术啊？哎，你拿着清理垃圾的钱，练出了一身入室偷拍的本事，这就是美国人的算盘啊。他试图通过商业公司打掩护，把这个太空技术的军用和民用界限搞得模模糊糊的，这才是这次拍照事件的背后最值得咱们警惕的地方。那好，美国人的心思咱们看明白了，那回过头来说说咱们自己啊，咱们为啥能这么快就反制回去了？是靠运气吗？是吉林1号正好飞过那儿，顺手蒙上了一张吗？开玩笑啊！咱们能反拍靠的不是偶然啊，靠的是吉林1号星座这几年攒下来的体系化能力。我给大伙儿报个数据，就在这个月啊，10月11号，引力1号火箭又把吉林1号的一颗新卫星送上天了。那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吉林1号在天上的卫星总共达到了141颗。那141颗是啥概念啊？就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星座。啥叫规模优势啊？美国人那个示警军团啊，他再牛，他也是一颗星在单打独斗啊。咱们吉林1号呢，是141颗星在组团开黑。咱玩的是分布式组网，是群殴呀。咱复盘一下这次反拍啊，你就知道这张天网有多牛了。那当时呢，美国那颗星啊，一靠近咱们空间站，咱的天网就响警报了。根本不是一颗星在盯它啊，是3颗在轨的吉林1号卫星啊接力跟踪。卫星 A 报告总部发现不明目标正在靠近，那卫星 B 收到轨道参数已计算，我接力跟踪。卫星 C 明白我已机动到最佳拍摄位置，镜头已锁定。咔嚓，从发现目标到计算轨道，再到调动卫星机动到位啊，完成成像，整个过程只用了47分钟，不到1个小时就把对方的高清证件照给拍回来了。而且啊，这也不是吉林1号第一次干这种高难度的活了。早在2016年，他就拍过美国费城海军造船厂那个港口里停的航母、驱逐舰轮廓都清清楚楚呀。后来这几年，他还拍到过在天上高速飞行的 F-22隐形战斗机，还拍到过在大洋里航行的航母战斗群，这些都是高速移动的目标。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咱在跟踪高速目标这个技术上啊，早就成熟了。所以说呀，这次反拍美国卫星，那不是临时起意啊，那是咱们体系化能力的
必然结果呀。所以啊，朋友们，咱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一场太空互拍仅仅是以牙还牙吗？是，但又不完全是哦。这美国人呢秀的是肌肉，他想告诉你我很壮。咱们秀的是啥？咱们秀的是体系啊，这才是最牛的地方哦。吉林1号这张天网，它能干啥呀？它能监测麦田，看看哪儿该浇水了，助力农业生产，这是滋养脚下的土地。那同时呢，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它就能立马抬头监测任何不怀好意的目标，这是守护头顶的太空。那未来太空竞争啊，已经不是比谁的拳头大了，不是比谁的某一项技术牛，比的是谁的体系更完善，谁的产业生态更健康。咱们中国用这场精彩的太空反拍，证明了一件事哦，真正的大国实力啊，就是既能低头种地，也能抬头保家。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你觉得这波反拍解气不？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